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保时捷718是马特花了18000英镑买到的。本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，可到货的那一刻，马特就后悔了。整个车身损坏的非常严重，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面板。起初马特只是看了网上的图片，感觉车子虽然比较严重，但还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。不过当马特是唯一一个竞标者时，他就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果然车子比预期要糟糕得多。根据马特的分析，这台车子应该是掉沟里了，因为在车子的悬架里面有很多的泥巴，另一侧的轮毂也断裂了一半，所以马特只有将上面的卡钳卸下来，这样才将车子从拖车上开了下来。此时车子的损坏情况就全部暴露在大家的眼前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惨不忍睹。满车都是损坏的凹痕和洞，甚至连一块好的面板都没有，车子的玻璃也都该碎的碎，该没的没，真的很难想象车子到底都经历了什么。可车子已经都买到手了，现在只希望车子的发动机能正常启动。马特先趴在车下检查了一下，无任何泄漏的迹象后，就来到了车头，打开了前面的机盖，给电瓶接上了移动电源，随后就来到车内准备尝试启动车子。当钥匙打开的那一刻，仪表盘上就显示了相当多的故障灯，这让马特想哭的冲动都有了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车子竟然一次就启动成功了，瞬间让马特的心情好了起来。最起码他现在拥有一台好的引擎，正所谓只要引擎能转动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马特也是深知这一点，开心的将车子开到了车库内。此时的他虽然检查了整个车身，但他对底盘部分还有很大的疑虑，所以马特将车子开到了工位上，用举升机将车子升了起来。果然车底的护板也满是划痕和碎裂，就连4个轮毂里面都有大量的泥巴。不过车子虽然看着很糟糕，但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此时马特对车子做了一个损伤评估，购买车子加上别的费用一共18500英镑，而同年份和同里程的二手车售价要5万英镑，所以马特认为这台车子还是值得修复的。接着马特就把车子再次升了起来，将车子的4个轮胎卸掉。他要先将车子损坏的部分都拆解下来，看一看车子可以修复和需要更换哪些部件。就像眼前的这个轮子就是要更换的。马特首要的任务是要检查出车子噪音的由来，他认为声音就在右侧车轮的前面，听起来就像风扇损坏的声音。果然当他转动风扇时就听到了这个声音，原因是里面堆满了大量的泥土和石头，导致风扇敲打泥巴出来的响声。接着就是前面的保险杠，但这个部件是无法挽回的了，里面的框架也都完全弯曲了。当马特把右侧一子板也拆掉后，这次似乎看起来要好很多，里面的部件基本没有损坏的情况，甚至连右边也是同样的完好。这简直是给马特了一个隐藏的惊喜。整个车头就前面的防撞杠出现了弯曲，所以马特就在网上花了150英镑重新买了一个。然后他就来到了车尾，像这样的1/4面板其实是可以更换的，但马特认为这个面板的损伤并不是很严重，所以是可以进行修复的，就是立柱上相当比较严重一些，所以马特只需用角磨机将损坏的车壳切掉。如果里面立柱没有损坏的话，就重新焊接一块金属板就可以了。这时马特收到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个二手的空调冷凝器和散热器，这套部件的费用就花了马特1200大洋。此次消费让马特显得有些头沉，不过这已经是他找到最便宜的，并且安装起来也相对比较容易，不一会就将其更换了上去。接着马特就给里面注入了冷却液，其实他还是有些担心发动机的，由于上次修复的兰博基尼温度总是降不下来，所以这也给马特落下了毛病。每当修复事故车都害怕出现这样的问题，不过马特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，并且仪表盘上的故障灯也少了不少。当马特正准备把冷却液加满时，就听到车厂的员工大叫了起来。由于马特在清理风扇里的泥土时没有清理干净，里面的石头将散热器击穿了，流出了大量的冷却液。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马虎，就让马特多付出了600英镑。可在等待零件的同时，马特也不能闲着，他决定先将车门里面坏的部分全部扔掉，把好的部件转移到新的车门上。等马特将车门拆掉后，就开始拆卸车内的座椅，给拆卸安全带留出宽松的空间。这一拆卸就根本停不下来，顺便还把周围损坏的面板都一一拆解，就连里面的内饰板也都拆了下来。马特此时的心里认为，拆的越多，被损坏的零件就少，因此他还买了一套新的钻头，这是专门为了修复这样的钣金工作所设计的。而马特为了更好的修复这台车子，买了一整套的车身面板，所以前期的工作就是将外面的面板都拆掉。这也能看出马特对修车还是很认真的，并且从视频中也能看出马特的钣金手艺也是相当的不错，和康纳这个钣金大师也有着一拼。等马特将车子的硬顶也拆掉后，购买的零件也都到货了。这是修复这辆车的全部套件，里面有新的1/4面板和立柱，还为车子购买了前唇、扩散器和扰流板，这些都是碳纤维的材料。另外还有复制品的保险杠和碳纤维的硬顶，这些可花费了马特不少的马内。接着马特就把自己的父亲叫了过来，因为像这样的焊接工作，老师傅相对比较专业一些。在马特二人的不断努力下，很快就将1/4面板焊接了上去。可当要焊接硬顶时，就又出现了问题。由于马特没有焊接过保时捷硬顶的经验，不知道如何将其链接到一起，他打给保时捷的维修部门求助，可得到的回复是硬顶属于结构性修复，所以不会给马特任何相关的信息，这让马特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下手。不会给马特任何相关的信息，所以他只有自己摸索着解决。
他先在车顶的两侧涂抹上风挡玻璃的专用胶，接着再将横梁用电焊固定，这也是马特现在想到的最好的办法。车顶部分处理完成后，他就把新买的车门和机盖也安装了上去，却没想到效果竟然这么好，这就证明了马特的方法还是成功的，并且固定的也很结实。可这个车门和机盖给马特的成本上又增加了700英镑，但由于机盖上的一个角出现了损伤，货主答应给其优惠100。现在马特的这辆车已经支出的费用到了22765英镑。这时新买的散热器也到货了，马特快速的将损坏的散热器拆了下来。这次为了省钱，马特没有全部换成新的，只购买了一个新的散热器。其实要不是马特自己大意了，这个散热器的钱都不用花的，现在只能当花钱买教训了。等马特将外面的进风口也安装上去后，就给里面重新注入了冷却液，再次启动发动机，温度就变得正常了。接下来马特就将之前拆的内饰板都复原了回去，而后保险杠马特准备将其修复一下，因为上面只有一个折坏的缺口，马特认为这有可能是叉车在运输过程中损坏的。像这样的损伤只需要在背面焊接好，然后用玻璃纤维再次固定，正面则用特殊的材料填补上，这样就能修复保险杠损坏的问题。在等待干燥的同时，马特也没有闲着，他顺手将没有安装的塑料件都安装回去，接着就是前面的翼子板，有些零件马特是没有更换的，因为上面只有一些小的凹痕，在喷漆之前用腻子修补好就可以了，这样能给马特省下不少的费用。等保险杠的特殊材料干燥后，马特就对其进行细心的打磨工作，接着又在上面刮上了一层腻子，这样能对保险杠进行更好的塑形。给上面喷上底漆后，之前的损坏的地方就看不见了。安装上去后，这台车也终于有了它该有的样子。马特还为前保险杠准备了一套碳纤维的部件，将其组装到保险杠上，瞬间就大气了很多，这也让车子看起来更加的有攻击性。可漂亮的前杠没有一个好看的尾翼怎么可以？马特为其选择了一款超大的扰流板，并且还是碳纤维的材料。不仅如此，下面的扩散器也是同样的材质。马特这次也是花了血本来改造这台车子，这样的装备难道是想让它飞起来吗？只不过感觉这个扰流板有点过大了，看着和这台车子不是那么违和。各位看友，你们觉得呢？而这套碳纤维套件就花了3400英镑，让马特的修复费用瞬间接近了3万。可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内饰里面还什么都没有动呢，所以接下来任务就是从车内开始入手。他先将到货的安全带安装了上去，这次他把安全带的颜色换成了黄色，也不知道马特是怎么想的，这个颜色放在车里属实不怎么好看，不过马特却不这样认为，他觉得黄色配黑色才是相得益彰。接着马特就将隔音棉贴到车棚上，如果车子没有它的话，下雨的时候就可以在车内听到交响乐了。而之前的座椅马特认为很不好看，并且边上的气囊都已经爆了，所以他找到自己库存的座椅和之前的座椅相比要高端了许多，如果购买一套新的 GT4 的座椅就要1万多，所以马特的这套 GTS 座椅就是他最好的选择。等将座椅也安装好后，马特就将车子开到了拖车上，准备送去专业的工作室进行喷漆，他们会为其处理吊车身上的凹痕，只要等待几周后就可以去取车了。这次马特选择了一个橘黄色的车漆，看起来要比之前的颜色好看了许多，简直和运来的时候就是两个样子。这时就到了最后的组装阶段，每当这时候修车师傅的心里都是兴奋的，因为这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要见到成果了，所以马特也找来了助手前来帮忙，让组装的工作能更快的完成。马特将车子的玻璃都安装上去，还细心的给玻璃上贴了膜，瞬间就让车子高端了许多。等马特将牌照也安装上去后，这台保时捷的修复就基本完成了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修复完成的车子。车子简直太漂亮了，根本就看不出来之前破旧的样子，而这么完美的修复也是花了马特大价钱的。最终的修复成本是45000多英镑，再加上人工的成本，就和直接买一辆二手车没啥区别了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如果同样的价钱，你会直接购买一辆保时捷，还是会和马特一样选择自己重建呢？说出您心中的想法。